这是德爷最早期一战封神的珍贵影像，耗时2年半的时间徒步穿越7200公里的亚马逊，创造了至今都无人超越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一举动也让他被誉为现代鲁滨逊，成了贝爷都崇拜的对象。中途不仅解锁了3天饿9顿的被动技能，同时还让他拥有了见水就喝的铜齿铁胃，可以说到最后全凭强大的意志力走完全程。本期就让我们通过这档纪录片来回顾一下埃勒德的进化过程。时间回到2008年的春天，时年32岁的德爷刚从部队退伍回家，此时他的脑门上仍然保留着一丢丢头发，可由于待在家里实在无聊闲得蛋疼，并且还天天被家里人催着进厂打工，于是他当即制定了一个疯狂的计划，那就是要徒步横穿7200公里的亚马逊流域。为此他专门叫上了好基友卢克，卢克同样也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野外探险家。这次行程没有团队，全程都需要他们自己拍摄。2008年4月2日，两人向东走出了第一步，他们将7000多公里的路程分成了4段。第一步是抵达以安第斯山脉，确认亚马逊的源头作为起点，接着穿越秘鲁的红灯区，这是本次行程最危险的地方，然后沿河一路向北抵达巴西境内。第3段则是横穿2000公里的原始雨林，如果顺利的话，他们会抵达亚马逊2大支流交汇处的城市马瑙斯，最后沿着河流向西抵达位于大西洋海岸的终点。他们计划在18个月内完成挑战。考虑到两人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的，他们还特意请了一位24岁的本地向导奥尔多。就这样，3人背着7级大背包正式出了发。按照计划，他们需要先找到亚马逊河的源头，它位于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脉中，因此至少要花费3周的时间来完成。首先要面对的困难就是深达100米的峡谷，脚下全是松动的碎石。一失足就是粉身碎骨，那时候穿着拖鞋的德爷还不会绕路。3人就这样在满是碎石的山坡上不停穿梭，没想到途中还有意外惊喜，原来是一些已经铺盖的人类遗骸。这一幕把两人看的是一脸震惊，头皮发麻。此时的德爷才意识到本趟旅程的危险性，好在奥尔多告诉他，这只是古代用来制作木乃伊的工墨。随后一行人经过10多天的跋涉，终于在山脚下看到了一处符号，标记着这里就是亚马逊河的源头。谁能想到这一股不起眼的泉水居然能汇聚成世界上最大的河流，这不禁让头发短见识也短的两人连连惊呼，赶紧掏出国旗拍照留念。而山上的积雪正是这股泉水的来源。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从源头出发，两人决定征服眼前的这座山脊。等好不容易登顶，没想到卢克第一时间并不是跟德爷庆祝一番，反而是笑嘻嘻拨给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未婚妻，这让当时还是单身狗的德爷十分惊讶，因为他深知要无牵无挂才能完成挑战。不过当下最紧要的还是赶在气温下降之前下山。接下来几人沿着小溪朝下游前进，途中穿越草地和沼泽，花了2个星期才抵达亚马逊的第1条支流。而随着不断前进，周围的地势越来越崎岖，这让德爷开始担心卢克能否战胜这里，因此他一路上都唠唠叨叨个不停，以至于卢克觉得他像个唐僧一样。也是在这里，两人第一次发生了争吵，卢克也第一次有了放弃挑战的想法。之后的几个星期，两人都不怎么交流。这一天，根据奥尔多的指引，他们来到了一处村庄，眼前这位80岁的小姑娘非常热情，给他们每人都整了一大碗河虾盖饭。吃饱喝足，德爷早早睡了过去，而卢克却说起了德爷的坏话。他觉得德爷就是个自恋狂，完全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从头到尾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对此，德爷表示心知肚明，并不是很忌惮。第53天，距离终点还剩6815公里，河流在这里进入了世界上最深的普洛马峡谷。他们要在峡谷中跋涉160公里。由于这里的地形十分崎岖，因此他们只能不断的上山下山绕地，中途运气好还能借助桥梁和索道，运气差的话就只能靠淌水和游泳过河。就这样，经过48天的艰苦跋涉，他们翻越了125条山脊，在第90天抵达最后一处高山，这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山脊。而两人积怨已久的矛盾也在此时真正爆发。德爷打算采用之字形缓慢上山，这样能调整自己的角度，而卢克则是选择直接硬刚山脊。他对德爷的计划嗤之以鼻，然而事实证明卢克的计划是错误的。他才爬到半山腰，就被困在了陡峭的悬崖上。反观另一边的德爷已经爬上山脊，悠哉悠哉地啃着仙人掌味的黄瓜。好在最终在向导的带领下，卢克才勉强跟上队伍。由于此前3人都已经喝完了淡水，卢克只能舔帐篷上的水珠解渴。好在当天晚上，奥尔多去了附近的村庄，给两人带回了整整8公升的淡水。到了次日，一行人又早早地出了发。中午在向导的带领下，他们抵达了村庄，在这里几人补充了水分以及食物。到了晚上，卢克又思念起远方的小娇妻，要知道这次行程最少要走1年半，这让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头上会长草。于是到了隔天，经过深思熟虑后，卢克还是决定离开。然而思念未婚妻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卢克觉得自己在德爷面前，他那些引以为傲的探险知识一直被无情碾压，因此他觉得只有离开才是正确的决定。接着便坐上皮划艇头也不回的离去。望着昔日好友离去的背影，德爷的心中顿时五味杂陈，剩下的路程就只剩下他和向导2人了。在接下来的3个月里，他和奥尔多一共走了1100多公里，但这也才是亚马逊全长的1/5。而接下来他们要穿越的秘鲁红灯区，可以说是真正的法外之地。这里是毒贩和黑帮的地盘，当地几乎所有人都以贩卖面粉为生。德爷计划用4个月穿越这里，然后抵达巴西境内。
而这里的人为了逃避打击，不欢迎任何外地人，就连路过的汽车都对德爷发出了死亡威胁。好在德爷经历过大风大浪，心理承受能力极强，而一旁的奥尔多则面露惧色，他可不想年纪轻轻就交代在这里。于是，在110天，他正式向德爷提出了离开。对此，德爷表示十分理解。至此，原本3人的队伍就只剩下德爷一人。由于当地人对他们的面粉产业很是担心，所以面对德爷的主动示好，他们充满了敌意和警觉。中途路过一个村庄时，还被拒绝通过。要是贸然通过的话，当地人手中的 AK-47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可即便德爷已经从村庄旁边绕过去了，依旧还是遭到了村民的袭击，脸上甚至还被扔了一块泥巴。自己孤身一人的根本不敢反抗，只能绕道去和对面的丛林里前进。可这条路也不是怎么好走的，地上到处都是布置好的地雷，稍不留神就得8人一桌吃大席，就更别说还有五花八门的狩猎陷阱。而更令他绝望的是，还要大概走200多公里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好在走了几天后，德爷来到了一个村庄，还遇到了一个伐木工。29岁的齐奥非常熟悉本地的情况，看到德爷灰头土脸的模样，表示十分乐意当德爷的向导与他同行。而齐奥为了保护德爷的安全，甚至还专门叫了2个小伙伴一起同行。就这样，原本的1个人的小队增加到了4个。有了他们的加入，前进速度也是得到了质的提升。中途要是路过帮派的地盘，经过齐奥的沟通也变得十分顺利。到了129天，德爷他们遇到了一伙伐木工。这些人一般要在丛林里生活半个月，在此期间的食物全靠非法捕猎所得。看到这一幕的德爷胜利心泛滥，没吃过这些的他觉得太残忍，可下一秒就上演了真香定律，咬上一口满嘴流油，唇齿留香，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几千倍，脸上也是不由自主的露出给鸡给。吃饱喝足后，搭乘着伐木工的顺风船到下一个据点，途中再顺便抓些蛋白质当食物，一直到140天，他们才彻底走出红灯区。目前距离终点还剩5400多公里，接下来他们需要花3个月穿越1500公里的雨林，从而抵达巴西边境。也就是从此刻起，他们将要面对长达240天的雨季。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亚马逊盆地将会化身成一个巨大的游泳池，这意味着丛林里的道路会更加难走。他们在雨林里行进了3个多月，来到第329天，此时距离终点还剩3300多公里。已经6天没开荤的德爷非常想吃肉，看到岸边有只趴着不动的乌龟，当即就要对其下手。齐奥用砍刀将乌龟大卸8块，打开龟壳，没想到里面还有窝乌龟蛋。紧接着起锅烧油，一气呵成，在见到时已经变成了香喷喷的烤肉，咬上一口简直好吃到爆炸，蛋白质含量指定是牛肉的几千倍。到了次日早晨，昨天剩下的乌龟蛋就是今天的早饭，浅尝一口，味道更是一绝，口感有点像鸡蛋。德爷吃的连手指头上的残渣都不愿意放过，而如此奢侈的享受自然逃不过牛背定律。吃饱喝足又马不停蹄出了门，不想一直在被洪水淹没的丛林里摸爬滚打，于是他们选择了绕路，这也让18个月内完成挑战的计划成了泡影。虽然踩在了踏实的地面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安全了。雨林中生活着超130种毒蛇，每一种都是要命的存在，而当地人遇到毒蛇的处理方法简单粗暴，直接几棍子送其归西。转眼时间来到362天，此时距离目的地还剩3128公里。这天他们来到了哥伦比亚的一个部落中，当天晚上德爷就幸运的被邀请参加了一场成人礼。当地部落会将13岁的小女孩关进小黑屋，直到15岁那年才被放出来，在此期间全靠外面投递的食物为生。而今天就是小女孩重见天日的日子，等今晚的仪式过后，她就会被当地人视为成年人了。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据德爷了解，这一切都是小女孩自愿参加的。截至目前，德爷已经走了大约4072公里，此时的他还不知道接下来的路程将会对他的心理和身体造成双重打击。至于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让我们下期拭目以待。